既然 BMW 的 M440i 并不等于 M4 的话，那么 Kia K5 GT Line 并不是 GT 也变得合理了。这次试驾的就是 Kia K5 GT Line。Kia 推出的 Stinger， 其外形充满强而有力的跑车风格，大受欢迎，所以 K5 也是应用这设计理念而产生。Kia 的老虎鼻标志仍然存在，但改为更宽而薄，在前格栅延伸至两边大灯。从侧面看 ，K5 头灯组内的橙色 LED 日间行车灯形状有如闪电 ，Kia 称之为 Heartbeat。尾灯横跨后车尾箱的宽度，形成一体，令人想起 Dodge Charger 的尾灯。另外，车尾底部每边都装有双孔的出风口，与车尾底部的扰流器为 GT Line 增添了跑位。K5 采用第3代 N3 底盘，它将成为未来 Kia 车型的基础。悬挂系统经过了改良，成功令 K5 在操纵性、反应及稳定性方面的表现更出色。同时，车身使用了更多的高抗拉力钢材以及热冲压零件，使车身更为坚固。另外，隔音材料也有加强，可使车内更为安静。然而，在高速公路上驾驶时，仍有不少风噪。K5 的 GT 版采用2.5升涡轮增压引擎，但 GT Line 版只是采用1.6升涡轮增压引擎，装有8速的自动变速箱，马力只有180匹及195磅尺扭矩。AWD 是以前驱为基本，再加上电子油压式控制四驱的开关，使汽车能平衡油耗性及稳定性两方面。插入式设计的无线手机充电功能，可以将手机固定在充电板处。因为以往的水平摆放设计，在转弯时，手机很多时候会因惯性移位而充不了电。这个设计可以解决这问题。后座检查警报是当汽车熄火时，如果在开车前曾开启过后座车门的话，在仪表板上便会发出检查后排座椅的信息及声音，提醒驾驶者后排有乘客或物件。K5 的智能车钥匙有遥控打火功能，在车辆锁上时，再按着钥匙背面的遥控打火按键，便可启动引擎。与其他汽车的最大分别是，当驾驶者进入车厢时，一般汽车会要求驾驶者再按下启动键才可开启汽车，而 K5 会感应智能钥匙，当智能钥匙进入车厢时，便会启动汽车。此外 ，K5 还装有引擎怠速通知和引擎自动关闭功能。当汽车怠速30分钟后，便会发送警报，并自动将引擎关闭。以1.6升涡轮增压引擎推动的 Kia K5，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很充足，而且因为装有 AWD， 在起步加速也能更稳定。方向盘是平底设计，像一个向上的D形。K5 转弯指向不错，但方向盘有轻微虚位，所以在高速行驶时转弯的精准度受影响。整体来说 ，Kia K5 的驾驶体验仍属很出色，而且外形最为引人注目。在短短1周内，已有2个陌生人询问。最后还请谨记，测试的 GT Line 与 GT 是2个车款。GT 是配备2.5升涡轮增压引擎的最高型号，不要买错了。